一篇抹黑公審貼文，一天就有184個讚，乍看之下是不是會覺得，或許這就是輿論的聲音哦，就代表他真的做了什麼？下定論前，先讓我來拆解這篇貼文，把這184個讚一筆一筆拆給你們看。來，截至我公開聲明後的截止時間，這則貼文一共有184個互動，其中40位用戶命名特徵有高達90%以上幾率為大陸拼音，至少30位根本不是這個社團的成員，但卻能精準的在同一時段、同一篇貼文底下同時按讚，這根本就是成效空降部隊。剩下66加42加6等於114，是真正有加入這個社團的賬號。但在這114位中，只有6位互動記錄高於350點，卻有高達66位互動值為0到個位數。這邊先跟大家簡單科普，互動點數不是我自己算的，是 Facebook 官方內建在每個社團裡的功能。這是依照你在社团裡發過多少文、留過多少言、按過多少讚、分享過多少次，長期累積一權重所算出來的分數。 FB 把它區分3個等級，700點叫熱愛發言的成員，1500點叫最常發言的成員，5000點叫保持發言的成員。我呢，應該是這個社团裡唯一破2萬點，大概也是唯一一個發言全被停掉的人。所以這個點數其實反映的就是一件很簡單的事，這個賬號平常是不是真的活在這個社团裡？結果答案184位中有66位互動值是0到個位數。沒錯，這184個賬號我一個一個截圖親自核對，得到的結論很直接，184個互動裡面，實際上長期關注、真心投入這個社团的人屈指可數，少之又少。這裡最關鍵的部分來了哦，重點不是單一數據，而是我用2組完全獨立的方法交叉檢驗，一個指標看賬號是不是社团成員，另一個看賬號的長期互動記錄，2種互不相干的檢驗方式，結果卻都指向同一個答案，最後圈出來的都是同一批賬號。先看這30個非社团成員，互動值100%是0，這很合理。沒加入過社团，當然不會有社团互動分數。但你們知道最詭異的是什麼嗎？反過來看，那40個拼音特徵賬號裡面也有28個互動值同樣落在0到個位數，佔了整整70%。這已經不是巧合2個字可以解釋過去，把時間軸攤開來看問題更是明顯。一般貼文的互動會隨時間慢慢遞減，這是常態，但這篇貼文很不一樣。在7月26凌晨1點13分跟同一天下午1點11分，短時間內分別暴增47個跟46個 action，2波合計93，佔了全部184的一半以上。我不禁想問，半夜1點多到底是誰還在滑手機，還精準的降落在這篇貼文？這真的很有鬼。這邊我必須先釐清楚一件事，賬號名帶有大陸拼音特徵，本身並不代表這個賬號的持有人是哪一國人，住在哪裡，或是什麼身份，這只是命名慣用方式的統計結果。我不會超出這個範圍去下定論，但是當非社团成員拼音命名特徵互動值趨近於0，非常規時段集中湧入，這4個各自獨立的指標卻同時出現在同一批賬號身上，這巧合的幾率有多低？低到我必須現在立刻馬上公開揭露給所有人自行做客觀評斷。同時我也誠摯地邀請台灣三星手機綠線自救討論區社團唯一誠信管理員，如果你不是用假賬號音，該姓陳沒錯，以影片方式向所有關注三星綠線議題的觀眾消費者一個合乎常理的說明。還有，你欠我一個解釋，為什麼你寧願多修改貼文3次，寧願用詞退讓3次，卻不願把糾紛問題本身說清楚？數字可以買，可以灌，可以操作，甚至可以在半夜精準投放，但數據背後留下的破綻，你絕對藏不住。最後我們來看一下管理員自己貼文所寫的文字。再來看看他自己發過的文。這不是引導。什麼叫做引導？還有為什麼第3點部分再次提醒，本社团僅供推廣三星產品品質及台灣三星售後服務經驗，這麼重要的資訊不寫進關於這個社团裡面，
讓我以為這裡是單純消費者自救的社團，請管理員一併說清楚，好嗎？那麼我究竟做了什麼？會被管理員公審架在火上烤？因為我看清楚了利益結構與市場壟斷後，無路可走的消費者末路，自救會顧名思義，不救自己的手機自己救。於是我找到一家專做歐美市場的品牌 Rewartech， 開了一個預購團，大家自己看看這個價錢就知道原因了。